李国良退休那天，单位食堂里摆了3桌饭，说是欢送宴，其实也就是老同事们凑在一起吃顿饭，说几句场面话。他穿着熨得笔挺的深色外套，头发染得乌黑，皮鞋擦得发亮，坐在主桌中间，脸上一直挂着笑。有人敬酒说，老李啊，你这一退，以后就享清福了。又有人打趣国良孩子在外地，房子也有，退休金也不低，往后可得好好过日子。李国良端着酒杯，笑得很有派头。他这一辈子最看重的就是体面。年轻时候，他从一个普通办事员慢慢熬成科室主任，虽说不是什么大官，可在单位里说话也算有分量。谁家办事，谁家孩子找实习，谁家亲戚问政策，总有人来找他。他享受那种被人客气对待的感觉。酒过3巡，一个老同事忽然问老李，你老伴呢？怎么今天没来啊？桌上安静了一瞬，李国良脸上的笑僵了半秒，随即又自然地摆了摆手。他身体不好，在老家住着，乡下人不习惯这种场合，叫他来他也不来。众人听了也没再多问，只有坐在角落的老赵低头夹菜，眼神有些复杂。老赵和李国良是同一年进单位的，年轻时也见过李国良的妻子周桂兰。那时候的周桂兰不是什么不体面的人，她只是普通朴素，话少，手上总有干活留下的茧子。可李国良嫌她不会说漂亮话，嫌她穿衣服土，嫌她跟城里那些职工家属站在一起不亮眼，更嫌她是他人生里最想遮起来的一段出身。李国良是从小镇考出去的，家里穷，父亲早逝，母亲靠给人洗衣服把他供到中专。周桂兰是他同村姑娘，比他小2岁，两人婚事是老人定下来的。当年李国良刚分配进城，户口落下来，周桂兰也跟着进了城。那时他才22岁，背着一个旧布包，包里装着2件衣服，还有一袋母亲塞给他的炒花生。他站在单位门口等，李国良见他出来，立刻笑着迎上去，国良，我来了。那声音里全是喜悦。可李国良看见门卫和同事都朝这边看，脸一下就沉了。他把他拉到墙边，压低声音说，你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周桂兰低头看自己，蓝布衫，黑裤子布鞋，她觉得干干净净，没什么不好。她小声说，娘说进城不能穿破的，我特意穿了新的。李国良皱着眉，像被人戳到了痛处。从那天起，周桂兰的日子就像被慢慢推进了一个看不见的角落。李国良不让他去单位找他，不让他跟同事家属来往，也不带他参加任何聚餐。他说，你不懂城里规矩，去了也是让人笑话。周桂兰一开始还会难过，后来慢慢也不问了。她在家里做饭、洗衣，照顾婆婆，后来生下儿子李成远，又一个人带孩子。李国良回家越来越晚，说话越来越少，他在外面永远温和，回到家却总板着脸。饭咸了他说他粗心衣服没烫平，他说他没见识，孩子哭了，他说他不会教。周桂兰那时候还年轻，也曾想跟他好好过日子。他攒钱买了一件碎花连衣裙，想在单位家属会上陪他去一次。结果李国良看见他换好衣服，脸色一下变了。他说，谁让你打扮成这样的？周桂兰愣住了，低声说，你不是说家属都要去吗？我想陪你。李国良冷笑一声，你去了能干什么？坐那里半天憋不出一句话。别人问你看过什么书，去过什么地方，你答得上来吗？
那晚他一个人去了家属会，周桂兰把那件连衣裙叠好，放进箱底，再也没穿过。真正让他被赶回老家的，是20年前的一场宴席。那年，李国良刚升了主任，单位里有个重要接待，按规矩可以带家属出席。那天他本来没想带周桂兰，可领导夫人无意间说了一句老李，怎么从没见过你爱人，这次带来大家认识认识。李国良不好推辞，只好回家通知周桂兰。周桂兰听了，心里又紧张又高兴。她提前3天就开始准备，去市场买了深色外套，又学着邻居的样子把头发盘起来。她反复问儿子，好看吗？会不会给你爸丢脸？那时李成元已经上高中，董事早知道母亲这些年不容易，就说妈，你很好看，不会丢脸。周桂兰笑了很久。宴席那天，她跟在李国良身后，进了包间。包间里灯光亮，桌上摆着她叫不上名字的菜，所有人都衣着讲究，说话带笑。她紧张的手心冒汗，有人问她，嫂子平时在哪上班啊？周桂兰老实回答，我没上班，就在家照顾老人孩子。有人又问，那平时有什么爱好？她想了想，说种菜做饭，那鞋底。几个人只是客气的笑了笑，并没有恶意。可李国良坐在旁边，脸色越来越难看。后来服务员端上一盘虾，周桂兰没见过那种吃法，不小心把酱汁沾到了袖口上。领导夫人连忙递纸巾，温和地说，没事没事。这个不好包。周桂兰窘得满脸通红，她越慌越出错，倒茶时又差点碰翻杯子。其实整场宴席没有人笑话她，大家都很体面，也没把这点小事放在心上。可李国良觉得自己被狠狠打了一巴掌。回家路上，他一言不发，周桂兰提着包，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走到楼下时，他终于开口，国良，今天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李国良猛地停住脚步，他转过身，眼里全是压不住的嫌恶。你说呢，周桂兰？你能不能有点样子？能不能别像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周桂兰脸一下白了，她说，我已经很小心了。李国良冷笑，你小心有什么用？你骨子里就那样，带出去就是丢人。那句话像一把钝刀，慢慢割进周桂兰心里。她站在楼道口，半天没动。第2天，李国良就让她收拾东西回老家。他说母亲身体不好，老屋也没人照看，你回去住一阵子。周桂兰知道那不是住一阵子，她望着他，问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回来了？李国良没有回答，只把几百块钱放在桌上。你别想太多，程远要高考，城里地方小，你回去也清静。周桂兰看着那几张钱，忽然就明白了，她没有哭，也没有闹。她把衣服收进蛇皮袋，走前把家里打扫了一遍，把儿子的棉衣洗干净晒好，又给李国良做了一锅他爱吃的红烧肉。李成远放学回来，看见母亲提着袋子站在门口，急得眼睛都红了。妈，你去哪儿？周桂兰摸摸儿子的头，说妈回老家照顾你奶奶，你好好读书。李成远看着父亲，咬着牙问，是不是你让我妈走的？李国良沉着脸说，大人的事你少管。从那以后，周桂兰回了老家，一回就是20年。刚开始那几年，她还会打电话回来，电话里她问儿子吃得好不好，问婆婆有没有按时吃药，问李国良天冷记不记得添衣。李国良接到电话总是不耐烦，没事别老打，电话费不要钱啊。后来周桂兰就很少打了，李国良也乐得清静。他在城里
继续过他的体面日子。同事只知道他妻子在老家照顾老人，觉得他有个贤惠老伴，家里后方稳。母亲去世时，周桂兰在老家操办了整个丧事。李国良回去只待了2天，见村里人多，屋里乱吃睡都不习惯，丧事一完就匆匆回城。走时，周桂兰站在院门口，问他要不要我跟你一起回去。李国良看都没看他一眼，你回去干什么？城里没地方住，你就在老家看房子吧。周桂兰点点头，没再说话。那一刻，他眼里最后一点期待，也像风里的灰一样散了。20年里，李国良只回过老家寥寥几次，每次都是匆忙来，匆忙走。周桂兰给他做饭，他嫌饭菜油大；周桂兰给他晒被子，他嫌被子有土味。周桂兰问他身体，他说你管好自己就行。他从不问他一个人在老家怎么过，不问他病过没有，不问他钱够不够花。每个月他只给他打500块生活费，后来物价涨了，周桂兰也没提。他自己种菜养鸡，给村里人缝缝补补，农忙时帮人摘果子，慢慢也能顾住自己。李成远大学毕业后留在外地工作，对父亲一直有怨。他知道母亲被赶回老家的真相。有一年春节，他回老家陪周桂兰过年，母子俩坐在灶前包饺子。李成远说，妈，你跟我去城里吧，我租房也要把你接过去。周桂兰笑着摇头，你刚工作，哪有那么容易？妈在这里住惯了，有菜地，有邻居，也自在。李成远红着眼说，可你一个人太苦了。周桂兰手里捏着饺子，声音很平静，一开始苦，后来也就不苦了。人啊，心不往一个地方盼，就没那么苦了。李成远听懂了，却更心酸。他后来结婚成家，生活压力大，又和妻子去了更远的城市。即便如此，他每个月都给母亲打钱，逢年过节也尽量回来。周桂兰不要他的钱，总说自己够花。可李成远知道，他只是怕给孩子添负担。反倒是李国良，这些年越来越理直气壮。他觉得自己没和周桂兰离婚，已经算对得起他。他觉得他在老家有房住，有钱拿，不用伺候城里人情世故，是享福。甚至有时候他还会对外人说，女人啊，还是老实本分点好。我家那位虽然没什么文化，但顾家。每当他这么说，旁人都夸他有福气。李国良听着夸奖，心里很受用。可退休后，他的日子忽然变了。以前每天去单位，有人喊他李主任，有人找他签字，有人给他倒茶。退休证一拿，这些热闹像退潮一样，散得干干净净。他早上醒来，不知道该去哪儿。去单位门卫还认识他，可新来的年轻人已经不怎么叫得出他的名字。去老同事家，人家也有自己的孙子和生活。他一个人住在2室1厅里，屋子越来越冷清。饭不会做，衣服懒得洗，地也懒得拖。外卖吃久了胃疼请，钟点工又嫌贵。想让儿子回来照顾，儿子一句话就堵了回来，爸，我有工作，有家庭，不可能回去陪你。你要真需要人照顾，就跟妈好好说，把他接回来。李国良听了，心里不是滋味。他当然也想到了周桂兰，这些年他把她放在老家，像放一件用不上但也不丢掉的旧物。如今自己退休了，身边需要人做饭洗衣，需要人说说话，需要人端茶倒水。他才想起自己还有个妻子。他给周桂兰打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那头传来周桂兰的声音，比记忆里沉稳许多。
为李国良清了清嗓子，故意放柔语气，桂兰是。我那边停了一下，我知道有事吗？李国良皱了皱眉，觉得他语气太淡。他说我退休了，家里也没个人照应，你收拾收拾，过几天我回老家接你，你跟我回城住吧。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李国良以为他是高兴傻了。20年了，他终于愿意接他回城，他一个乡下老太太还能不愿意？可周桂兰只是平静地问，回去做什么？李国良一愣，什么做什么？你是我老婆，当然回家过日子。以前是以前，现在我退休了，咱们年纪都大了，总得有个伴。周桂兰轻轻笑了一声，那笑声没有怨，也没有喜，反而让李国良有些不舒服。他说国良，20年都过了，现在想起有个伴了。李国良脸上挂不住，语气立刻硬了起来，你这是什么话？我这不是给你台阶吗？你一个人在老家有什么好带的？城里条件好，跟我回来，吃穿都不用愁。周桂兰说，我在这里也不愁。李国良沉下声音，你别闹皮，气这么大岁数的人了，还计较以前那些小事。干什么小事？周桂兰在电话那头轻轻重复了一遍。李国良莫名有些烦躁。行了，电话里说不清，我下周回去，你把东西收拾好。说完，他直接挂了电话。他没有问周桂兰愿不愿意，在他心里，周桂兰不可能不愿意。一个被丈夫冷落20年的女人，如今丈夫肯接她回城，她就该感恩。接下来几天，李国良开始收拾家里，说是收拾，其实就是把堆在次卧的杂物挪了挪，给周桂兰腾出一张床。他没想过和她住一间房，20年没在一起，他也不习惯。他只是需要一个人做饭，一个人洗衣，一个人在他生病时能倒杯水。他甚至在心里盘算好了，周桂兰回来以后，早上去市场买菜，中午做饭，下午打扫卫生，晚上给他泡脚。他在老家闲了这么多年，回来有点事做，也算有奔头。周六一早，李国良坐上了回老家的长途车。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变得陌生，多年没回，他发现很多路都修宽了。原来坑坑洼洼的土路变成了平坦的水泥路，路边还有成排的路灯。他皱着眉看着，心里有些意外，老家变化这么大，他竟然不知道。下车后，他没有提前通知周桂兰，而是直接往老屋走。他想着自己忽然出现在门口，周桂兰肯定会又惊又喜，说不定还会红着眼眶说，国良，你终于来接我了。想到这里，李国良嘴角忍不住扬了一下。他走到记忆里那条巷子，却差点没认出来。以前低矮破旧的土墙不见了，两边多了干净的院落，有几户人家门口还种着花。走到自家老屋附近，他更是愣住了。他记得老屋是3间瓦房，院墙斑驳，门口有一棵老槐树，可眼前的院子修得整整齐齐，青砖院墙，木色大门，门口挂着2盏暖色灯，院墙外还摆着几盆花草。李国良站在门口，眉头紧皱，他怀疑自己走错了。可门口那棵老槐树还在，只是树下多了一张木椅。他抬手敲门，里面很快传来脚步声。门打开时，站在门内的不是周桂兰，而是一个30多岁的年轻女人。她穿着干净利落的围裙，手里还拿着一本登记本。女人看见李国良，礼貌地问您找谁？李国良愣了愣，这是周桂兰家吧？女人点头，是您是。李国良心里有些不舒服，我是她丈夫。李国良女人脸上的表情微微一变，
像是听过这个名字。他把门打开些，说您先进来吧，周姨在后院。周姨李国良听见这个称呼，眉头皱得更紧。他走进院子，脚步却不由自主慢了下来。院子里干净的不像话，左边搭着葡萄架，下面摆着几张木桌，桌上有茶壶和杯子。右边是菜园，菜长得绿油油，屋檐下挂着几串晒干的玉米和辣椒，却一点不显得乱，反而有种说不出的舒坦。正屋门口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几个字：桂兰小院。李国良盯着那块牌子，心里咯噔一下。他还没来得及问，就听见后院传来笑声，那笑声很热闹，有老人，有孩子，也有年轻人。他顺着声音走过去，推开半掩的木门，下一秒他整个人僵在原地。后院比前院还大，搭了遮阳棚，摆着10几张桌子，桌边坐满了人。有人喝茶，有人吃饭，有人拿着手机拍照。灶台前，一个头发半白的女人正站在那里，手脚麻利地盛汤。她穿着浅色棉麻衣服，围着干净的围裙，头发挽在脑后，脸上带着从容的笑。那一瞬间，李国良几乎不敢认那是周桂兰，可又不像他记忆里那个总是低着头，穿着旧衣服，说话小心翼翼的周桂兰。眼前的他背挺得很直，眼神温和却有光。他一边招呼客人，一边叮嘱旁边的年轻人：3号桌的汤淡一点，那位大爷不能吃太咸；5号桌的菜别放辣，孩子吃不了。还有前院的茶水添一下，别让客人等。所有人都听他的。那个刚才开门的年轻女人快步走过去，在他耳边说了句什么。周桂兰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她抬起头，目光穿过人群，落在李国良身上。两人隔着满院的热闹对视，李国良忽然觉得自己像个外人。周桂兰没有惊喜，没有激动，也没有红眼眶，她只是把手里的汤碗递给旁边的人，擦了擦手，平静地朝他走来。你来了，他说得很淡。李国良张了张嘴，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桂兰，这是怎么回事？周桂兰看着他，语气平和。你不是看见了吗？我在做生意。做生意？李国良像听见什么荒唐事。你一个人在老家开饭馆？旁边一位常来的客人听见了，笑着插话。大叔，这可不是普通饭馆，周姨这小院现在可有名了。城里不少人周末都专门开车来吃饭，还得提前预定呢。李国良脸色变了变，他盯着周桂兰，忽然发现自己对他的20年一无所知。他以为他在老家守着破房子，靠他每月那几百块过日子，他以为他孤单寒酸，老了没人理。可现在他站在这座干净热闹的小院里，像站在一个完全不属于自己的世界。周桂兰没有让他继续站在后院被人看，他对旁边的年轻女人说：小何，你先帮我看一下灶，我跟他说几句话。说完，他带着李国良去了前院葡萄架下。李国良坐下后，心里还乱着。他看着院子里来来往往的人，忍不住问：这院子是你修的？周桂兰点头。哈，慢慢修的，钱哪来的？话一出口，李国良就觉得自己语气不太好，可他改不了。周桂兰看了他一眼，我自己挣的。李国良皱眉，你能挣多少钱？周桂兰淡淡说，一开始给村里人做饭，后来有人觉得好吃，介绍亲戚朋友来，再后来程远帮我在网上弄了个页面，客人慢慢多了，我把老屋修了，办了手续，请了几个人帮忙，就成了现在这样。他说的轻描淡写，可李国良听
听得心里发沉。这些事儿子知道，外人知道，唯独他不知道。他像是被排除在周桂兰的人生之外，可转念一想，他又觉得不对，明明是周桂兰没有告诉他。他脸色沉了下来，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跟我说？周桂兰看着他，反问，你想听吗？李国良被噎住，20年里，他不是没想说过。第一次接散客赚到钱，他想告诉他；第一次有人夸他饭做得好，他想告诉他；第一次把院墙修起来，他也想告诉他。可每一次电话接通，李国良不是说忙，就是说别拿那些鸡毛蒜皮烦他。慢慢的，他就不说了。一个人的日子，最怕的是一直等人回头。可一旦不等了，路反而宽了。李国良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努力压住心里的尴尬。他今天不是来看他过得好不好的，他是来接他回城的。于是他清了清嗓子，摆出一家之主的口吻，行了，这些年你在老家也算没闲着，现在我退休了，城里家里需要人，你把这边处理一下，跟我回去。周桂兰抬眼看他，处理一下。李国良说，这小院能卖就卖，不能卖就关了。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折腾什么？跟我回城，咱们安安稳稳过日子。周桂兰沉默了几秒，然后她问，回去以后我住哪？李国良一愣，家里呀。周桂兰又问哪间？李国良有些不耐烦刺握，我给你收拾出来了。周桂兰轻轻笑了，夫妻20年没见几面，你接我回去，是让我住次卧，还是让我去做保姆？李国良脸色一下难看起来，你这话说得太难听了，什么保姆不保姆，夫妻之间互相照顾，不是应该的吗？周桂兰看着他，眼神很平静，那我在老家20年，你照顾过我吗？李国良张了张嘴，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周桂兰没有逼他，只是端起茶壶，给他添了半杯茶。国良，你喝完茶就回去吧，我这里忙。今天接待了6桌客人，没时间陪你说太久。李国良愣住了，他以为自己听错了。你让我回去？周桂兰说是。李国良猛地站起来，声音也高了，周桂兰，你别忘了，我们还没离婚，你还是我妻子，我亲自来接你，你就这个态度？前院有人朝这边看过来。周桂兰皱了皱眉，声音依旧不高你小，声点别影响客人。这句话彻底刺痛了李国良，以前都是他嫌周桂兰丢人，嫌他在外面不懂分寸，如今他竟然让他别影响客人。李国良气得胸口起伏，你现在有几个钱，就看不起我了是不是？别忘了，当年要不是我每月给你生活费，你能有今天？周桂兰抬起眼，你每月给我500块，是夫妻共同生活的责任，不是恩赐。再说这院子里的一砖一瓦，没有一块是用你那500块买的。李国良脸红一阵白一阵，正僵持着，院门外忽然传来车声。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门口，车门打开，李成远从车上下来，身后还跟着妻子和一个10来岁的小女孩。小女孩一进门就喊奶奶，我来了。周桂兰脸上的神情瞬间柔和下来，她快步迎过去，笑着抱住孙女，慢点跑，别摔着。李成远拎着东西走进来，看见李国良坐在葡萄架下，脸上的笑淡了几分，爸你也在。李国良像抓住了靠山，立刻说，成远，你来的正好，你妈现在翅膀硬了，我来接她回城，她竟然不去，你劝劝她，别这么不懂事。李成远看了母亲一眼，又看向父亲，爸，我劝不了。李国良一愣，什么叫劝不了？
李成远把手里的东西放下，声音不重，却很清楚，因为我支持妈留在这里。李国良瞪大眼睛，你说什么？李成远说，这里是妈的家，也是她20年一点点过出来的日子。你现在退休了，需要人照顾，才想把她接回去。可妈不是谁需要了就搬去哪里的人。李国良气得手抖。我是你爸，你怎么跟我说话的？李成远沉默片刻，眼里有压了很多年的情绪吧。正因为你是我爸，我才一直忍着没说。20年前你把我妈赶回老家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她是你妻子？奶奶去世后，你让她一个人守着老屋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她会怕，会病，会难过？这些年你过年不回，生日不问，生病不管，现在一句退休了，就要她回去伺候你。凭什么院子里安静下来？李国良的脸彻底挂不住了，他颤着声音说，好好，你们母子俩现在是一条心了。周桂兰，你可真有本事，把儿子教的连亲爹都不认了。周桂兰终于沉下脸，李国良，你别把什么都推到我身上，儿子长大后怎么看你？不是我教的，是你自己做出来的。这句话像一记重锤砸在李国良胸口。他站在院子里，第一次发现自己以为永远站在原地等他的妻子早就走远了，而他那个曾经不敢反抗的儿子也已经不是当年红着眼看母亲离开的少年。李国良不甘心，他强撑着最后的面子，冷笑一声，行，你们都了不起。周桂兰，你今天不跟我回去，以后也别想进我家的门。周桂兰看着他，平静的近乎冷淡，那扇门20年前就不是我的了。李国良浑身一震，他盯着他，嘴唇动了动，却说不出话。这时小孙女忽然躲到周桂兰身后，小声问奶奶，她为什么这么凶啊？周桂兰摸摸孩子的头，没有回答。李国良看着那孩子陌生又防备的眼神，心里忽然空了一下。那是他的孙女，可他看她像看一个来闹事的陌生人。他来之前想过很多画面，想过周桂兰哭着跟他走，想过儿子感激他，愿意让母亲回城，想过自己退休后终于有人照顾，唯独没想过，他推开老家的门，看见的是周桂兰。自己的日子热闹体面，有人尊重，有人需要，而那里面没有他的位置。李国良站了很久，最后一甩袖子，转身往外走。身后没有一个人追出来。他走到院门口时，听见周桂兰的声音重新响起，小何，3号粥的汤好了，给客人端过去吧。语气温和稳当，像刚才那场争吵从未发生。李国良回头看了一眼，阳光落在院子里，周桂兰站在人群中，脸上带着笑。她不再是他记忆里那个穿旧布衫，低头跟在他身后的女人，她是这座小院的主人。那一刻，李国良忽然有点慌。他原以为自己只是来接一个被他冷落多年的妻子回家，可现在他才发现，被留在原地的似乎不是周桂兰，而是他自己。李国良从桂兰小院出来时，脚步很快，他走出巷口才发现自己竟然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回车站的路他记不太清了，手机导航又看得眼花。他站在路边想拦人问路，可想到刚才自己在院子里失了面子，心里又堵得慌。不远处有2个村里老人坐在树下聊天，其中一个认出了他，眯着眼看了半天才说，这不是国良吗？你回来了。李国良勉强点了点头。老人笑着说，你可真有福气啊，桂兰现在把日子过得多红火。
村里谁不夸他能干，他这小院还带着好几个妇女挣钱呢。另一个老人接话道，是啊，要不是桂兰，村里那几家困难户哪能有活干？他这人心善，自己好了也不忘拉别人一把。李国良听着，脸上一阵发热。从前在他眼里，周桂兰是拿不出手的妻子，是不懂场面的乡下女人，是他人生里不愿被人提起的旧痕。可在这些人嘴里，他成了能干厚道有本事的人。他心里不服，不过就是开个小饭院，有什么了不起？可这句话只在心里转了一圈，没敢说出口，因为他清楚地看见，别人提到周桂兰时，眼里是真的尊重。那种尊重不是靠职位换来的，也不是靠几句漂亮话撑出来的，是他用20年的日子一点一点做出来的。李国良坐上回城的车时，天已经快黑了，车窗上倒映出他的脸，头发染得黑，可眼角的皱纹藏不住，脸颊也松了，嘴角向下垂着，带着一种晚年人的疲惫和固执。他忽然想起20年前周桂兰离开城里，那天他提着蛇皮袋站在门口，没有吵也没有哭，只是很轻地对他说，国良，你保重。那时他觉得他没骨气，如今想来，那或许不是没骨气，而是心死了。人心死了，才不吵不闹。李国良回到城里，打开家门，一股闷味扑面而来。客厅里堆着没扔的外卖盒，茶几上放着吃剩的药，沙发上扔着几件皱巴巴的衣服。他站在门口，第一次觉得这个家不像家。以前周桂兰在的时候，家里虽然不富裕，可每天都有热饭，有干净衣服，窗台上还会摆着他从菜市场买回来的便宜花。他嫌那些花土气，嫌他把家弄得像乡下。后来他走了，他反而觉得清爽，觉得房子终于像城里人的房子。可这20年里，这房子越住越冷，只是他以前不承认。李国良把包扔在沙发上，心里越想越气。他觉得周桂兰变了，他以前从不会这样跟他说话，他以前不管多委屈，都只会低头忍着。如今他有了小院，有了客人，有了儿子撑腰，就敢不把他放在眼里。李国良越想越不甘心。第二天一早，他给李成远打电话，电话接通后，他语气很硬，你妈那边到底怎么回事？她什么时候开的小院？你怎么从来不告诉我？李成远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爸，我说过几次，是你不想听。李国良皱眉，你什么时候说过？李成远的声音很平静。5年前我跟你说，妈在老家做农家饭做得不错，你说别让她折腾丢人。3年前我跟你说，妈把老屋翻修了，想让你回去看看，你说老房子有什么好看。去年我说妈那边生意忙，让你别总觉得她在老家闲着，你说一个老太太能忙什么？李国良愣住了，那些话他似乎有印象，又似乎完全没放在心上。因为在他心里，周桂兰做什么都不重要，她不过是被他安置在老家的人，他的人生不需要被他知道。李国良被儿子说的心虚，却仍不肯低头。那他也不能不跟我回来。我现在身体不好，她是我妻子，照顾我不是应该的吗？李成远沉声说罢，夫妻是互相扶持，不是你需要时才想起他。李国良火了，你现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把你养大，供你读书，你就这么对我？李成远也沉默了很久吧，你供我读书，我记得，可妈也养大了我。她在城里那10几年，白天照顾奶奶，晚上陪我写作业，
家里所有事都是他做。后来他回老家也没少惦记我，你不能把他的付出全抹掉。李国良气得直接挂了电话，他不愿承认儿子说的对，人一辈子最难承认的不是自己穷过苦过，而是自己错过。尤其像李国良这样爱面子的人，他可以承认自己老了，可以承认自己身体不如以前，却不能承认自己对周桂兰做错了，因为一旦承认，这20年的冷漠就有了重量，那重量他承受不起。接下来的日子，李国良依旧一个人过，他试着自己做饭，煮面时盐放多了，炒菜时油溅到手背上，痛得他摔了铲子。他请了钟点工，可人家按小时计费，做完就走，不会陪他说话，也不会记得他胃不好，不能吃冷饭。他给老同事打电话，想约人下棋，可大家不是带孙子，就是陪老伴散步。有一次，他在小区门口看见老赵扶着妻子慢慢走，老赵的妻子腿不好，走得慢，老赵就耐心地陪着，一边走一边提醒他小心台阶。李国良看着那一幕，心里突然酸了一下。老赵也看见了，他笑着打招呼老李，出来散步啊？李国良点点头。老赵问，你老伴还在老家？李国良脸色有点僵沉。老赵叹了口气，老李，咱们这个年纪，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人不容易。年轻时别太看重面子，老了才知道，面子不能给你倒水，也不能陪你看病。李国良听了，心里很不舒服，他觉得老赵话里有话。可回到家后，他坐在客厅里，脑子里却一直是那句话，面子不能给你倒水，也不能陪你看病。几天后，李国良突然胃疼医，开始他以为忍忍就过去了，没想到半夜疼得冷汗直冒，他摸索着找药，手一抖，药瓶掉在地上，药片滚得到处都是。他扶着沙发喘了半天，最后只能打电话给儿子。李成远人在外地，赶不回来，只能让邻居帮忙叫车，把他送去了医院。那晚，李国良躺在急诊床上，看着头顶白花花的灯，忽然觉得自己像一片被人遗忘的落叶。医生问家属呢？他张了张嘴，说儿子在外地。医生又问老伴呢？李国良喉咙一梗，没有回答。第二天上午，李成远赶回来了，他给父亲办住院交费拿药，忙前忙后。李国良看着儿子疲惫的脸，心里稍微软了一点。可当他听见李成远给妻子打电话，说要把工作上的事往后推，还要麻烦同事顶班时，他又生出一股怨气。他想，如果周桂兰在身边，儿子就不用这么辛苦。可他没有想，周桂兰为什么不在身边？住院第3天，李成远接到工作上的急事，必须赶回去。他给父亲请了护工，李国良很不满，我还没到要外人伺候的地步。李成远说罢，我没办法一直守在这里，护工专业些，能照顾你。李国良冷笑，你妈倒是清闲，宁愿守着那个破院子，也不来看看我。李成远忍了忍，说，妈不知道你住院。李国良说，那你不会告诉她？李成远看着他爸，你想让妈来，是因为你想见她，还是因为你需要人照顾？这句话像刀一样，割开了李国良心底最不愿让人看的地方。他恼羞成怒，我是她丈夫，我住院了，她不该来吗？李成远没再跟他吵，当晚他还是给周桂兰打了电话，不是为了逼她来，而是觉得这件事他有权知道。周桂兰接到电话后，沉默了很久。李成远小心地说，妈，你不用勉强，我请了护工，医生说问题不大。
周桂兰问严重吗？李成远说胃出血，控制住了，得养。周桂兰重了一声。第二天中午，周桂兰来了医院，她不是一个人来的，小何开车送她，后备箱里放着保温桶和换洗衣物。李国良看见周桂兰走进病房时，心里忽然一松，那种感觉很奇怪，像一个在深水里扑腾的人，终于看见了岸。可他开口时，语气仍旧带着习惯性的硬。你还知道来？周桂兰没有接他的话，他把保温桶放在床头，对护工说，麻烦你了，我带了点粥，他现在能喝吗？护工说，医生交代只能吃清淡流食，粥可以。周桂兰点点头，打开保温桶，里面是熬得很软的小米粥，还有一点细碎的青菜。李国良闻着熟悉的味道，鼻子忽然有点发酸，这味道他20年没尝到了。周桂兰把粥倒进碗里，递给护工，麻烦你喂他吧。李国良一愣，你不喂我？周桂兰看着他，护工再让他喂，更方便我下午还要回去，小院离不开人。李国良刚暖起来的一点心，又瞬间凉了。你都来了，还急着回去，我都住院了。周桂兰坐在椅子上，声音平和，我来是因为程远告诉我你病了，夫妻一场，我该来看看。粥我也送到了医生那边，我问过了，你好好养，不会有大问题。李国良盯着他，就这样？周桂兰说，不然呢？李国良嘴唇发抖，周桂兰，你真的这么狠？周桂兰沉默了几秒，国良，你觉得我狠，是因为你以前从没想过我也会不回头。李国良怔住，周桂兰看着病床上的他，眼神里没有报复的快意，只有一种很深的疲倦。你把我送回老家的第1年，我发高烧，夜里烧得迷糊，爬起来想给你打电话，电话拨通了，你说你第2天有会，让我别大晚上找事，我挂了电话，一个人摸黑去了镇上的诊所。李国良脸色白了白，周桂兰继续说，第3年，屋顶漏雨，半夜水滴到床上，我给你打电话，你说这点小事找村里人修，别什么都指望你。我坐在盆边听了一夜雨声，第2天自己找人补了瓦。第5年我从梯子上摔下来，胳膊骨裂，程远那时在学校，我怕影响他，没告诉他。我给你打电话你没接，后来你回电话，第1句问我是不是又要钱。李国良握着被子的手慢慢收紧，那些事他不是全然没有印象，只是当年他都没放在心上。周桂兰说得很慢，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一开始我也怨你怎么能这么狠，后来我想明白了，不是你狠，是你心里没我。人不能一直像一个心里没自己的人，讨温暖讨久了，就不像人了。病房里安静的只剩仪器，轻微的声响。李国良眼眶有些红，可他还是下意识想替自己辩解。我那时工作忙，压力大，我也不容易。周桂兰点头，我知道你不容易，可是国良，谁容易呢？我在你家照顾老人孩子10几年容易吗？我被你一句丢人赶回老家容易吗？我一个人把老屋撑起来容易吗？李国良终于说不出话。周桂兰站起身，你好好养病，粥我放这里了，程远那边我也会跟他说，不让他太担心。李国良急了，桂兰，你别走，这是20年来他第1次叫他叫得这么急。周桂兰停住脚步，李国良声音低了下来，我知道，以前我有些地方做得不好，你别跟我计较了。我现在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你就当可怜我回来吧。周桂兰回头看着他，国良，我可以来看你。
也可以在你真需要帮忙时搭把手。但我不会回去做你的保姆，也不会关掉我的小院。李国良急道，谁说让你做保姆了？我是想跟你重新过日子。周桂兰问，那你知道我现在每天几点起床吗？知道小院有几个人帮忙吗？知道我最忙的是哪几天吗？知道我喜欢喝什么茶，怕什么冷，膝盖哪天下雨会疼吗？李国良被问的一个字都答不上来。周桂兰轻轻叹了口气，你看，你不是想跟我过日子，你只是想要一个熟悉又不用花钱的人陪你老。这句话太直白，直白的让李国良无处可躲。周桂兰走后，李国良躺在病床上一夜没睡。他第一次开始回想周桂兰这个人，不是妻子这个身份，不是老伴这个名分，也不是能给他做饭洗衣的人，而是周桂兰。他年轻时爱笑，刚进城时看什么都新鲜，会在夜里给他缝扣子，会把最好的一块肉夹到他碗里。他不会说漂亮话，却记得他所有喜好。他胃不好，他从不做太硬的饭，他冬天咳嗽。他提前熬梨水，他母亲脾气不好，他从没在他面前抱怨过一句。可他呢？他把他的好当成理所当然，把他的忍让当成没脾气，把他的朴素当成丢人。他一直嫌他上不了台面，可到最后，真正上不了台面的，竟是他自己的薄情。出院后，李国良没有再立刻去老家闹。他回到家，请人把屋子彻底打扫了一遍，又开始学着自己做饭。刚开始，他连粥都煮不好，水放少了糊锅，水放多了像汤。他站在厨房里，看着锅里乱七八糟的米粒，忽然想起周桂兰在病房里那碗小米粥。原来一碗粥也不是凭空来的，那里面有火候，有耐心，有一个人愿意把时间花在你身上。他以前从没珍惜。半个月后，李国良再次回了老家。这一次他没有空着手，也没有摆出接人的架势。他买了2箱牛奶，一些水果，又在车站附近的小店里挑了一条素色围巾。可走到桂兰小院门口，他又有些犹豫，院子里依旧热闹。周桂兰正在前院跟客人说话，看见他来并不意外。他走过来问身体好些了。李国良点头，好多了。他把东西放下，这些给你。周桂兰看了一眼，说东西不用买，你自己留着吃吧。李国良有些尴尬，买都买了。周桂兰没有再推让，小盒收了起来。李国良站在院子里，不知道该说什么。过去他面对周桂兰，从来不需要找话，他说什么，他听着就是。如今他才发现，平等的跟一个人相处，原来需要学习。周桂兰见他不走，便问你还有事。李国良犹豫了半天，低声说，我能不能在这里坐一会儿？周桂兰看了他几秒，点头可以，但别影响客人。李国良坐在葡萄架下，看着周桂兰忙前忙后，他发现他做事很有章法。客人来了，他会笑着招呼，帮工拿不准主意，他3两句就安排妥当。有老人夸菜好，他不卑不亢的道谢；有孩子吵闹，他拿出自己做的小点心哄。这个小院里，每个人都自然的信任他。李国良越看越觉得陌生，也越看越觉得羞愧。到了下午，客人少些，周桂兰坐下喝茶。李国良终于开口，桂兰，这些年你受苦了。周桂兰端着杯子的手顿了顿，这句话她等过很多年，年轻时等，刚回老家时等，一个人生病时等，屋顶漏雨时等，逢年过节看着别人家团圆时也等。可等到今天，她听见了，
心里却没有想象中的激动。有些话来得太晚，就像冬天过去后送来的棉衣，不是没用，只是已经暖不了当年的寒。周桂兰说，都过去了。李国良急忙说，我知道。一句过去了不够，我以前太混账，太爱面子，觉得你带出去让我丢人。现在想想，真正丢人的不是你，是我。这是李国良第一次把错说得这么明白。周桂兰抬眼看他，李国良眼眶泛红。我那时总觉得自己是从穷地方爬出来的，怕别人看不起我。你一出现，我就像看见以前那个穷酸的自己，所以我把气都撒在你身上。我嫌你土，其实是嫌我自己的过去。周桂兰沉默了，李国良的声音发哑，可你有什么错呢？你陪我吃苦，替我照顾家，给我生儿育女，我却为了那点面子，把你丢在老家20年。桂兰，我对不起你。院子里风很轻，葡萄叶子沙沙作响。周桂兰看着眼前这个老去的男人，心里并非毫无波动。她怨过他，也恨过他，可20年太长了，长到怨恨都被日子磨成了灰。她现在有自己的小院，有儿子儿媳的孝顺，有孙女的依恋，有帮工的信任，有客人的尊重。她不需要靠恨李国良活着，也不需要靠原谅李国良证明自己大度，她只是终于能把他放下。周桂兰说，国良，你能说这些我很意外，但我还是那句话，我不会跟你回城。李国良眼里的光暗了暗。周桂兰继续说，不是为了惩罚你，也不是跟你赌气，我只是过惯了现在的日子，这里有人需要我，我也喜欢这里。城里那个家，对你来说是家，对我来说不是。李国良低下头，那我呢？周桂兰看着他，你可以学着照顾自己，也可以请人照顾。程远会尽他做儿子的责任，我也不会在你病重时不闻不问。但我们回不到从前了。李国良苦笑，从前也没什么好回的。周桂兰没有否认。李国良在小院坐到傍晚，临走前他忽然问我，以后能来看看吗？周桂兰想了想，说可以，你要是像客人一样来吃饭，我欢迎你；要是来发脾气摆丈夫架子，就别来了。李国良脸上有些挂不住，却还是点了头好。从那以后，李国良真的开始偶尔去桂兰小院。第一次去，他还是不自在，看见客人喊周姨，喊桂兰姐，他心里会酸；看见小何和其他帮工跟周桂兰亲近，他心里会别扭。可他学着不说，他只是坐在角落里吃饭，吃完自己付钱。周桂兰一开始不收，他却坚持，他说我不是来占便宜的。周桂兰看他一眼，最后收了。慢慢的，村里人也习惯了李国良的出现。有人背后议论，说这男人年轻时不懂珍惜，老了才知道回头。也有人说周桂兰心软，还肯让他进门，换成别人早轰出去了。这些话传到李国良耳朵里，他以前一定要争辩，可现在他只是低头喝茶，因为人家说的大多是真的。1年后，桂兰小院的生意更稳了，李成远帮母亲把预定流程做得更清楚，儿媳也常在假期带孩子回来帮忙。小孙女最爱跟在周桂兰身后，学着招呼客人，奶奶3号桌要添茶，奶奶这个菜我能端吗？周桂兰笑得眼角都是皱纹，她从未想过自己60多岁以后还能活得这样舒展。李国良也变了些，他在城里报了老年食堂的志愿活动，开始学做简单饭菜。他不再每天穿的像要去单位，也不再等着别人喊他主任。有时候他会给周桂兰打电话，
不是命令他回去，而是问他忙不忙，天冷记得添衣。周桂兰每次都答得简短戳，知道了，你也注意身体，没有太热络，但也不冰冷。李国良明白，这已经是他能给的最大善意。有一年冬天，桂兰小院停业休整半个月，周桂兰给帮工放了假，自己也想歇歇。李国良知道后，小心翼翼地问他要不要来城里住几天，就当散心。电话那头，周桂兰沉默了一会儿，李国良连忙补充，你不想来也没事，我就是问问。你来了住主卧，我睡次卧，你什么都不用做，想吃什么我做，不会做我就买。周桂兰听见这话，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很轻。她说不去了，我跟几个老姐妹约好了，去附近泡温泉。李国良有些失落，却没有再勉强。好，那你玩得开心。挂了电话，他坐在阳台上，看着楼下来来往往的人，心里有难过，也有一点释然。他终于懂了，补偿不是把人拉回自己身边，真正的补偿是承认对方有选择不回来的权利。又过了2年，李国良身体越来越差，他不再逞强，主动搬去了离儿子较近的城市住，方便照应。搬家前，他把城里那套老房子卖了。卖房那天，他拿出一张银行卡，想交给周桂兰，周桂兰没收。李国良说，这套房子本来也有你一份，当年你被我赶回老家，吃了那么多苦，这钱你该拿。周桂兰看着那张卡，沉默了许久，最后他只收了一半。他说，夫妻共同财产，按理我有一半，我收下不是原谅你，也不是贪你的钱，这是我本该有的。李国良点头，应该的。周桂兰把那笔钱的一部分用来扩建小院，另一部分存起来，说以后万一生病，不拖累孩子。桂兰小院重新开张那天，院门口挂了新的牌子，木牌还是那4个字，桂兰小院，下面多了一行小字，好好吃饭，好好生活。李国良来了，这一次他没有坐在角落，他主动帮忙擦桌子端菜，虽然动作笨拙，还差点把一盘青菜端错桌。小何笑着提醒他李叔，这是2号桌的。李国良老脸一红，连忙说，记错了，记错了。周桂兰站在灶台前，看见了，没有笑话他，只是对小何说，让他慢慢来。那天傍晚，客人散去，院子里只剩自家人。李成远陪女儿在树下玩，儿媳帮着小何收拾碗筷。李国良坐在葡萄架下，看着周桂兰端来一碗面。他说，忙了一天，你也吃点吧。李国良接过碗，眼眶忽然红了，这不是和好，也不是回到从前，可对他来说，已经像是一场迟来的宽恕。他低声说，桂兰，谢谢你。周桂兰坐在对面，望着院子里的灯一盏盏亮起。他说，别谢我，人到晚年，能把心放平，就少受点罪。李国良吃着面，味道很清淡，却很暖。他忽然想起当年那场宴席，那天他嫌周桂兰不懂吃虾，嫌他弄脏袖口，嫌他让自己丢人。可20多年后，他才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体面，不是会不会用刀叉，不是穿得多讲究，也不是在人前多风光。真正的体面，是不轻贱身边人的真心，是落魄时不怨天尤人，得意时不忘本，是像周桂兰这样被人冷落半生，仍能靠自己的双手把日子过得干干净净，热热乎乎。后来李国良没有再提让周桂兰跟他回城的事，周桂兰也没有再提那20年的旧伤。他们像2个走散多年的人，终于在晚年
学会了隔着一段距离好好说话。李国良偶尔来小院住2天，帮不上大忙，就扫扫地，剥剥蒜，给客人添茶。周桂兰忙时，他不打扰；周桂兰累时，他会把椅子搬到他身后。有一次，院里来了一桌客人，认出李国良是周桂兰的丈夫，笑着说：“李叔真有福气，娶了周姨，这么能干的人。”换做从前，李国良一定会觉得刺耳，可那天他只是笑了笑，认真的说：“是我年轻时不懂，老了才知道自己有福。”周桂兰听见了，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她没有回头，嘴角却微微动了动。多年后，桂兰小院成了附近很有名的小院，有人来吃饭，有人来听故事，也有人只是想看看那位把半生委屈活成一院烟火的周姨。但周桂兰很少讲自己的过去，她总说日子是往前过的，饭要趁热吃，人也要趁还有力气时，把自己活明白。李国良晚年最后一次住院时，周桂兰去了，她坐在病床边，没有哭天抢地，也没有说什么深情的话，只是像多年前那样给他掖了掖被角。李国良看着他，声音很轻：“桂兰，这辈子我欠你的还不清了。”周桂兰沉默片刻，说：“还不清就别还了，下辈子若再遇见，记得对身边人好一点。”李国良眼角滑下一滴泪，他点了点头。窗外阳光很淡，落在病房白色的墙上。李国良忽然想起第一次见周桂兰时，他扎着辫子站在村口，手里捏着一把野花，笑着问他：“好看吗？”那时他年轻，心比天高，只想往外走，只想成为别人眼里体面的人。他不知道，这世上有些人一旦被伤透，就算还站在原地，也再不是从前那个人了。他更不知道，真正能陪人走到最后的，从来不是面子，而是良心。故事的最后，周桂兰依旧住在桂兰小院，春天种菜，夏天晒茶，秋天做酱，冬天熬粥。她偶尔会坐在老槐树下，看着孙女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有人问她：“周姨，你这辈子后悔吗？”周桂兰想了想，笑着说：“年轻时不懂，总想等别人来疼，后来才明白，人这一生最要紧的是别把自己丢了。”说完，她起身去厨房看，火锅里的粥正咕嘟咕嘟冒着热气。院子外有人推门进来，笑着喊：“周姨，还有饭吗？”周桂兰擦了擦手，笑着迎出去：“有，进来坐。”烟火升起，日子照旧，那个曾经被丈夫嫌弃带出去丢人的女人，终于在岁月深处活成了自己的靠山。故事的最后，周桂兰依旧住在桂兰小院，锅里的粥咕嘟咕嘟冒着热气，有人推门喊一声：“周姨”，她就笑着擦擦手迎出去。那个曾经被丈夫嫌弃带出去丢人的女人，没有哭天抢地，没有报复怨恨，只是用20年的日子把自己活成了自己的靠山。而那个曾经把面子看得比天大，把妻子像旧物一样丢在老家20年的男人，终于在晚年时明白了一个道理：真正的体面从来不是不让人看见自己的过去，而是不轻贱身边人的真心。我是阿明，一个在深夜里把这些家长冷暖讲给你听的人。人这一辈子最傻的事，就是为了面子把最该珍惜的人弄丢。李国良用20年终于学会了低头，可周桂兰早已不需要他的回头。他不是天生强大，他只是被伤透了之后，终于把自己当成了唯一的退路。如果你也曾为了所谓的体面嫌弃过身边的人，或者曾被身边的人嫌弃过，请你记住
周桂兰的故事。真正爱你的人，不会怕你拿不出手，不会把你藏在老家20年，更不会在需要你时才想起你是他的妻子。女人这一生，最要紧的不是等谁来疼，而是别把自己弄丢。点个赞，让更多在面子和真心之间犹豫的人看见这个故事。评论区聊聊你有没有因为面子而辜负过谁，或者你身边有没有像周桂兰一样在冷淡里活出自己光芒的人。下个故事我们不见不散。